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写了一个英文，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勿忘我啊。这个地方叫黑山共和国，这个地方更少人听过了。我们来到科托尔，黑山共和国，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蒙蒂内哥罗。其实蒙蒂内哥罗翻过来，它当地的原因翻过来，指的就是内陆地区峰峰相连的黑色山脉。那我们把它叫做蒙蒂内哥罗，但是大部分亚洲的国家都把它称为叫做黑山共和国。黑山共和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区来讲啊，是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相信听过的人更少了，但是它带有的历史痕迹是更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是从前南斯拉夫而所独立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它最天然的景色也就是山景。你看看这里有2栋楼塔，这2栋楼塔呢，其实建立的时间是在不一样的时间所建立起来的啊。那在不同的时间建立起呢不同的塔楼，所以这些塔楼呢，它高度就不一样。你看看。他走进来，其实他跟着前面的克罗埃西亚的一些古城、一些地方，其实有一点点相像啊。但是相对之下，它多了一个叫做峡湾内陆峡湾景色，黑色的山，蒙蒂内哥罗，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个算是多山的国家。那我们把它叫做蒙蒂内哥罗，但是呢，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呢，不管是中国、新马、港澳等等，都把它叫做黑山。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在1910年建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战之后加入新成立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跟斯洛维尼亚人王国。那2战之后，它也就变成了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讲到尾，这个所在巴尔干半岛真多国家以前就是苏联所统治的国家，在之前社会主义所统治的国家，也就叫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而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决定放弃南斯拉夫的国民，所以就把它改成为塞尔维亚与蒙蒂内哥罗。最早其实脱离的时候呢，都还冠上了个塞尔维亚，还是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呢。那当然了，到后来呢，它独立了，蒙蒂内哥罗正式成立了。那2017年，你别小看这个国家，蒙蒂内哥罗，它也是加入了北约国家。那我们在科特尔都可以在这个老城里面走，你可以看得到很少见的东正教啊。其实巴尔干半岛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国家呢，像我们走向的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等等呢，这些走向的是天主教国家。那我们走向的黑山共和国呢，它走向的就比较严谨的什么东正教了，所以这里有很多的东正教教堂。而东正教教堂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在这边用上我们科托尔的午餐哦。很多人把它称为叫做山与海的相遇啊，为什么？科托尔峡湾是黑山共和国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哦。我们现在在科托尔用上这个当地料理石羹加了料呢，其实呢，咱出来外口面，这就是伊的峡湾，这游轮弄到这啦。我们现在
其实来到黑山共和国，大部分就是走了这个克托尔峡湾，然后游经了这几个小地方包含了巴达瓦。巴达瓦那更不用说了这个巴达瓦呢，更是让我觉得呢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巴达瓦它更拥有的是一个我觉得不得了的地方，原因是呢，这个巴达瓦是一个小城，但是呢，巴达瓦光这个小小的城市呢，你知道吗？它就拥有了1000年的历史，超过2500年。巴达瓦的建成历史超过2500年，是亚得里亚海里面最古老的海港城市了。所以走过坚固的威尼斯城墙，这里曾经也被威尼斯统治过最著名的海滨度假地巴达瓦。再次提到了，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美丽的小景点，但是这些小景点呢，太多了，你很难一一的把它讲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那离开了巴达瓦，我们其实呢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国家。其实我们巴尔干半岛已经走向了黑山共和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地方是塞拉耶佛，塞拉耶佛也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全名叫做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那。一个国家有2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存在着。这2个政治实体同时呢管理的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来到了塞拉耶佛的这种它的老城区，所以这2个政治实体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一个老城区里面它分成了伊斯兰教，它分成了天主教，不容易啦不容易而且呢，塞拉耶佛其实在当时的独立战争当中呢，在92年到96年之间呢，遭到南斯拉夫人民军与塞族共和国围困，共计1400多天。塞拉耶佛的围城战役事件呢，超过了斯大林的这个另外一场战役了格勒战役3倍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那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之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计划建立一个塞族的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就在这个山区里面进行了围城。那我特别在巴尔干半岛里面，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之一，它的民族冲突文化在这里尽显无疑，在地上画出了2边，一边就是波斯尼亚，一边就是赫塞哥维那。而这2边也分属了不同的宗教政治实体。一个国家2个政治实体单位，2个政治实体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宗教，而合并在一起。我常常疑惑，宗教不是劝人向上的吗？曾几何时，宗教它却变成了是人类1000年来互相战争的其中之一个原因。因为不同的信仰，宗教它变成了很多人敛财的地方。哇，这就是永远我不懂的。你看我们现在跨过来另外一边，这边呢也就是另外一边天主教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就刻画在老城区里面的地板上。我们现在走到了河边，来看看河边当时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引爆地点就在这个地方啊。当时呢，世界大战就从这边发生了。为什么会从这边发生？很简单啊，因为当时一战就是奥地利王储被杀害的地方。提起了塞拉耶夫事件，了解世界的历史一点都不会陌生啊。当时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维亚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枪杀了。这件事件导致了在7月28号，奥匈帝国向塞维亚宣战，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这个一次的大战也彻彻底底的让奥匈帝国不见了。为什么一个王族到自己的领土视察，被当地的本国的青年刺杀，然后却导致世界大战呢？那这个好比，这是本国事务啊，皇帝是不解恨的，可以把小仇灭九族啊。以前在中国是不是？而别的国家诸如周边的国家，为什么会打得这么起劲呢？你如果熟读近代的欧洲史或是一战史，这个不成为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当时欧洲是个活鸭桶？萨拉耶夫的刺杀事件演变了这一个啊。为什么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啊？经济的战争，欧洲各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内部危机啊，寻求独立。所以欧洲为何，尤其是巴尔干半岛被称为火药桶？很多人把欧洲统一为是同一个民族文化，其实欧洲有很多的国家，欧洲指的呢，就像亚洲、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台湾等等，民族都是不同的啊，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再来呢，为什么在巴尔干半岛又特别严重呢？因为在巴尔干半岛，它其实拥有了在西元711年所创立起来、所蔓延开来的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一直以来跟天主教就不同。你看看这旁边那个钢墙壁上，一个一个都是在当时在内战当中所打的枪弹，现在就留在了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那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穆斯塔尔。这个穆斯塔尔呢，更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心酸的地方。这个老城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呀，这个老城美丽的山跟河之间呢，来到这边，你一定会被这里的幽谷感受到它的震撼。而穆斯塔尔的老桥，以前呢，老桥两边呢就住着不同信仰宗教的人，大家彼此相安无事，直到爆发了内战。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写了一个英文，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勿忘我啊！啊，有没有？我们毕业的。当时的内战厮杀非常的惨烈，在内战的过程当中，老桥被摧毁了。原本这一条桥联系的两个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老桥，它的和平点也不在，所以这个老桥呢，前面就写了一个勿忘我。其实意思就是呢，不要忘记历史的仇恨，不要忘记历史为我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内战是近年来被誉称为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只因为彼此的种族不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已经几千年的时间，却因为种族的不同被挑起的战端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我常常讲，战争的引起往往都是少部分的人跟少部分的人他们的私人的政治利益引起的战争，但是他赔上的是大部分人民的生命。你来到了巴尔干半岛，更可以发现这里种族之间的对立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那。我们的时间即将进入尾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巴尔干半岛就在刚刚的赫塞哥维那，我们离开了巴尔干半岛，我们进入到了世界3大半岛的另外一个半岛，我们搭了晚班的夜渡轮来到了圣马力诺，这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那在这一趟刚好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坐了那个船班
其实前一天的风浪非常非常的大，那这2天也下了雨，风雨非常的大啊，使得我们在这一趟有很多的景点不能尽兴的拍摄，但是也让我们感受到旅游当中的无常，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体验。所以遇到了很多的事物，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它。有的人呢，怨天怨地，就是不会怨自己的思考没有打开来，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当你 open mind， 当你打开你的思绪，这世界好美丽哦。我们现在坐上了缆车，上了圣马力诺这一个意大利境内的超小国家，能够来这，哇塞！当你的护照亮出了圣马力诺，这是最厉害的一个小国家，最特别的。风情万种的欧洲第3小国，被意大利领土包围的小国，没错，这是一个国家，山上加上山下的国土面积，台北市左右啊，它是欧洲的第3个小国家，一座古老的山中之国，没有告诉你，你是不知道的哦。世界上有5个小国家，世界上这5个小国家最小的是梵蒂冈，再来摩纳哥，再来呢瑙鲁、图瓦鲁等等呢，而圣马力诺也是一样啊。这个山中小国我很喜欢啊，是个山城啊。来到这边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国家给看完了啊。这个国家呢，大概台北市士林区的大小啊。1700年来，你看呢，它活得有态度，隐士独立在山巅之上。它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圣马力诺并不是欧盟正式的成员国，但是根据与欧盟大会的商定，这个国家可以允许使用欧元作为货币啊。进城之后非常的冷清，除了本地人，几乎都是来自意大利。这几年来，开始有很多的亚洲客人开始走向这边。真正的意大利行程团体要走到这边不太容易啊，有这个交通问题啊，所以要抵达这边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前一晚啊，我们是从这个斯班尼克从那个地方呢，就是克罗埃西亚搭船，搭了叶渡轮，跨越了亚得里亚海，来到了圣马力诺。那个船班人不是很好啊，因为能坐这一班船的，基本上没什么游客观光客，都是在地呀啊。所以呢，等于是体验着在地的这个渡轮来到圣马力诺。共和制实行了700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除了民主，圣马力诺的另外一个独特神奇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看看吧，意大利很特别的山中小国。这就是觉得很特别，整条街上大家几乎都是在卖欧米亚给啊。圣马力诺的国土没有国防与士兵，连警察局的警察都是向意大利租的啊。意大利的警察外到这边就加急啊，而且一签约就要签什么国茶单啊。来，飞上天空来看看圣马力诺。这一座充满中古世纪氛围的大学城，拥有全世界最早的大学——波隆纳大学。在这里有波隆纳的主广场、海神喷泉，还有很多的圣殿、圣堂都在这儿。我很喜欢波隆纳，它带来的代表性的意大利的古建筑，在中世纪巴洛克式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氛围，让我个人非常喜欢呢。虽然是我们顺道经过的景点呢，但是这个城市其实我来过以前很想推展的，但是在意大利的整个行程当中，要把这个点加入也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一趟刚好我们跨越了亚得里亚海，从克罗埃西亚搭船来到了意大利，因为我们不是从米兰转机走啊，所以
来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很棒啊，我们必须从那个威尼斯啦这个地方转机走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它特别棒啊，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够带来我们不一样的行程特色。其实我们每一次都非常用心，在我们自己的节目上，甚至在我们修正的行程上面，希望你们会喜欢海神广场的海神喷泉，看到了吗？下次见吧。